女儿确诊自闭症那天，丈夫甩出离婚协议，还卷走了所有家产。我正默默垂泪，从没说过话的女儿开口了：“妈妈，你跟我来。”自闭症这3个字从医生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顾太太 ASD 也就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医生推了推眼镜，把一份厚厚的评估报告推到我面前。星星今年2岁8个月，各项评估的结果都在这里。语言发育严重迟缓，社交回避明显，刻板行为频繁。综合评分属于中重度。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像是在汇报一份例行公事的季度总结。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星星的小围巾，一条粉色的绣着小兔子图案的围巾。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自己从衣架上拿下来的。他不会说话，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医生，有没有可能只是说话晚？我的声音干涩的像砂纸。我婆婆说顾晨舟小时候也是3岁才开口说话，男孩子说话晚很正常，女孩子也有晚的吧。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见过太多类似的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家长之后的疲惫和同情。顾太太，说话晚和自闭症是2回事。星星的情况不仅仅是语言迟缓，他很少跟人眼神对视，叫名字没有反应，对同伴完全没有兴趣，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可以解释的。我建议你们尽快开始干预，3岁之前是黄金干预期。我低头看着怀里的星星，他坐在我的膝盖上，2只小手各拿着一块积木，专注地对着灯光看积木上的纹路，完全没有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阳光从诊室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她那么漂亮，那么安静，安静的像一个装在玻璃罩子里的洋娃娃。星星，我叫她，她没有反应。星星，看妈妈一眼好不好？她把手里的积木换了一个角度，继续盯着纹路看。我咬了咬嘴唇，把涌上来的眼泪逼回去。医生，干预的话需要多少钱？康复训练的费用因机构和课程而异。一般来讲，ABA 行为干预课程每个月的费用在1到2万之间，如果加上语言治疗和感统训练，大概每个月3、4万。长期坚持的话，1年下来几十万是比较正常的。3、40万。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顾晨舟公司去年的分红还没到账，家里能动用的现金大概有20多万。如果全部用来给星星做康复，撑不过1年。但没关系，顾晨舟是顾氏集团的副总裁，名下资产过亿，几十万的康复费用对他来说不过是9牛1毛。没关系的，星星，我低头亲了亲他柔软的头发，不管花多少钱，妈妈都会治好你。星星依然没有看我，但他的手指停了一下，把那块积木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从医院出来，我打了辆车带星星回家。车上我给顾晨舟打了3个电话，第1个没人接，第2个被按掉了，第3个终于接了，背景音嘈杂，像是在某个饭局上。怎么了？我在陪客户。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点不耐烦。晨舟，我今天带星星去医院了，医生说他可能是自闭症。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他说回家再说，我现在走不开。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行道树。江北的春天来得很晚，3月了，树上还挂着去年没落尽的枯叶。
星星靠在我怀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小手还攥着那2块积木。我忽然想起来，他好像从来没有叫过我妈妈。晚上8点，顾晨舟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喂星星吃饭。星星不喜欢吃绿色的东西，我做了西兰花泥混在米粉里，他吃了2口就开始扭头。我把勺子追着他的嘴，一边哄一边唱他唯一会跟着节奏晃脑袋的那首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你还有心思唱歌？顾晨舟站在餐厅门口，领带扯松了，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脸色阴沉的像外面的天。他大步走过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拍在餐桌上，信封落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星星被吓得颤了一下，手里的勺子掉在地上。顾晨舟，你干什么？我赶紧把星星抱起来，拍着他的背安抚。今天下午我妈给我打了电话。他拉开椅子坐下来，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看着我的眼神让我脊背发凉。他说星星是自闭症。我说不可能。他说他问了在儿童医院的熟人，说这种病是天生的，治不好的。谁说治不好？我抱紧星星，压低了声音。医生说早期干预效果很好，只要坚持做康复训练，很多孩子都能。很多孩子？他打断我，嘴角扯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冷笑。苏婉，你告诉我，这种孩子将来能像正常人一样上学吗？能自己独立生活吗？能在公众场合不出丑、不惹麻烦吗？她是你的女儿。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不是。他说。餐厅里安静的只剩冰箱的电流声。你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在发抖。顾晨舟没有回答，他只是把桌上那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示意我打开。星星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把脸埋进我的肩窝里，2个小手紧紧揪着我的衣领，好像在害怕什么。我腾出一只手，打开信封，里面是2份文件。第一份是离婚协议，财产分割那一栏写着，女方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名下房产、车辆、存款均归男方所有，孩子抚养权归女方，男方不承担抚养费。第2份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翻到最后一页，鉴定结论上面盖着红章，顾晨舟与顾星河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这不可能！我抬起头看着他，星星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顾晨舟，你疯了吗？我从来没有。你没有？他把手机拿出来，翻到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我和一个男人在餐厅里面对面坐着。那个男人是宋家树，我的大学学长，也是星星的康复治疗师。上周他约我出来聊聊星星的情况，我们在一家茶餐厅坐了1个小时。照片拍的角度很刁钻，看起来像是我们在说什么悄悄话。你找人跟踪我？我握着那张照片，指节泛白。不止。他又翻出一张截图，是几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暧昧不清，头像是我和一个备注为家树的人。这不是我的聊天记录。我斩钉截铁，这是伪造的。我从没跟宋家树说过这些话，他只是星星的治疗师，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清清白白。他冷笑了一声，他以前在法国念书，刚好你也是留学生。他3年前回来开康复中心，刚好星星就被诊断为自闭症。他说星星需要一个系统的康复计划，刚好你最近每天都在跟他聊到半夜。苏婉，
你觉得这些刚好放在一起，像是一个巧合吗？你查我的手机。我浑身发冷。我没有查。他把手机收回去，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是有人看不下去了，主动发给我的。顾家的大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你在外面做什么，瞒不了多久。我本来想给你留点体面，但今天星星的诊断结果让我彻底想明白了，既然女儿不是我的，那这个婚也没什么好留的了。星星在我怀里忽然尖叫了一声，不是哭，是一种尖锐的像金属划过玻璃的叫声。他挣扎着从我怀里滑下来，跑到墙角蹲下，两只手捂着耳朵，身体前后摇晃。星星，我赶紧蹲下来想去抱他，他猛地推开我的手，继续捂着耳朵，嘴里发出一连串没有意义的音节。你看看他。顾晨舟站在我身后，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我妈说的对，一个这样的孩子，一个出轨的老婆，苏婉，你觉得我会蠢到继续替你养着他？我跪在墙角，把星星整个搂进怀里。他在发抖，我也在发抖。星星是你的孩子，他只是生病了，你不帮他可以，但你别污蔑他的身份。亲子鉴定就在这里，你是自己走，还是让我叫保安送你？他把离婚协议往我面前推了推，签了，房子留给你住3天，收拾东西。不签，今晚就带着他走。星星的尖叫声还在持续，他的指甲掐进了我的手背，掐出了一道道红痕。我用额头抵着他的小脑袋，闭上眼睛，忍着指甲掐进肉里的疼痛，在心里对他说了无数遍对不起。然后我把他抱起来，让他趴在我肩膀上，走到餐桌前，拿起笔。3年前你追我的时候说，你要给我一个家。我翻开协议书，找到签名栏，现在这个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和一个被你污蔑的妻子。顾晨舟，你不配拥有这个家。我签了字，用最快的速度，每一笔都像在割自己的肉。走出顾家大门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星星在我怀里安静下来了，他把脸埋进我的脖子里，小声地重复着同一个音节，像是妈，又不像是妈。我站在门廊下，看着那扇雕花铁门在身后缓缓合上，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打在我赤脚穿着的拖鞋上。除了身上这套衣服，怀里抱着的孩子和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双肩包，我什么都没带。房子、车子、存款，那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但顾晨舟连一句星星怎么办都没问。他从头到尾在意的只有2件事，孩子不是他的，老婆出轨了。2件都不是真的，但他信了。也许他从来就没真正相信过我。3年的婚姻，在他眼里，大概不过是一场随时可以清算的交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苏建国住在翠湖老宅。这几年为了顾晨舟的事，我跟爸闹过好几次不愉快。他觉得顾家水深，顾晨舟这个人不够实诚，劝我3思而后行。我当时听不进去，跟他吵了一架，冷了好几个月。后来结婚了，也就逢年过节回趟家，关系始终隔着一层。我不敢打电话给他，我没有脸。我打了辆车去了闺蜜江瑶的公寓。江瑶看到我浑身湿透，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的时候，手里端着的泡面差点扣在地上。她什么都没问，一把把我拽进去，拿浴巾裹住星星，又给我找了身干衣服。星星被折腾醒了，又开始捂着耳朵前后摇晃。江瑶蹲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叫了他2声，星星没反应。他抬头看着我，自闭症，今天刚确诊。
我把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他从外面搞了一份假亲子鉴定，说星星不是他亲生的。还有我被伪造的聊天记录，以及他跟拍我的照片。江瑶沉默地看完那份协议，然后站起来，用我这几年听过的最冷静的语气说：苏婉，你当年追他的时候，我给你挡过2次酒。你结婚那天，我是伴娘。你生星星那天，我在产房外面守了16个小时。你跟我说过，顾晨舟是你的命。现在这条命不要你了，没事，我要。你和星星住这儿，住多久都行。我把脸埋在江瑶的抱枕里，哭得像个傻子。我妈走后，我还是第一次哭成这个样子。星星在角落里摇晃着身子，嘴里发出那种没有意义的音节。我没有工作了，没有家了，卡里只剩几千块钱。星星需要几十万的康复费，我不知道上哪去找。那些费用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闷。但现在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闺蜜，还有一条没有走到尽头的路。江瑶的浴巾裹在星星身上，粉色的小兔子围巾湿透了，被我攥在手里。茶几上的离婚协议被泡面的热气熏潮了一个角，那个角卷起来，露出顾晨舟签名的墨迹。我盯着那个签名盯了很久，然后我擦干眼泪，打开手机开始查资料，如何推翻伪造的亲子鉴定，单亲妈妈可以申请的政府补助，自闭症儿童的公益康复机构。那是我最低谷的一页，也是我重新站起来的一页。3天后，我带着星星搬进了城南一栋老居民楼的出租屋，6楼，没电梯，40平，月租1200。江瑶和她的男朋友程旭帮我把东西搬上去的时候，程旭拎着行李箱爬了3层就开始喘，说这楼梯比他写的代码还难爬。江瑶给了他一巴掌，说你闭嘴。出租屋里有一张旧的双人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折叠餐桌和2把椅子。厨房小的转不开身，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马桶旁边就是淋浴头。我打扫了一整天，在墙上贴了星星喜欢的星星贴纸，把他的积木和绘本摆在小桌上。星星蹲在地板上，把积木一块一块按照颜色排列好，整整齐齐，角度精确的像用尺子量过。苏婉，江瑶临走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你爸？不知道怎么说。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屋里的星星。我爸当年说顾晨舟不靠谱，我跟他吵成那样，现在婚也离了，钱也没了，孩子也病了，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他说？可他是你爸。我知道。我垂下眼睛，再等等吧，等我把星星的康复方案定下来，至少让我看起来不像是走投无路了再回去。江瑶叹了口气，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这是我攒的一点私房钱，程序不知道，你先拿着用。瑶瑶，别废话，等星星会叫干妈了，你让他多叫几声就行。他摆摆手，转身咚咚咚跑下楼梯。我关上门，靠着门板滑坐下来。星星蹲在地板上，把积木换了一个排列方式，从暗颜色变成了暗大小。窗外是另一栋居民楼的墙，挡住了阳光。房子虽然破旧，但屋里总算只剩下我和他2个人了。手机震了一下，是宋家树发来的消息：苏婉，听说你离婚了。星星的评估报告还在我这里，你什么时候方便来拿？另外，我认识一个做特殊教育的公益基金会，可以申请康复补贴，我帮你问问。我回了一条：谢谢你，宋学长。过2天
我去找你拿报告。发完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又打了一行字。顾晨舟用一张偷拍的我们的照片当证据，说我跟你之间有问题，很抱歉把你卷进来了。他几乎秒回，顾晨舟在业内什么名声，我不是没听说过。这件事你不用担心，如果有需要，我随时愿意出面向任何机构说明情况。我没再回复，把手机放在地板上，走到星星身边坐下。他正在把一块红色的积木放在黄色积木的旁边，嘴里发出一个轻微的几乎听不到的音节。星星，我轻声叫他。他没有抬头，但他的手顿了一下。星星，以后就只有妈妈和你了，你要乖乖的，好不好？积木搭成的塔倒了，他呆呆地看着散落一地的积木，忽然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那个动作只有1秒钟，轻得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然后就收回去了。但我的手在发抖。这是星星第一次主动触碰我。5天后，宋家树帮我在他的康复中心约了一个评估复查的免费名额。他说这是新开的公益项目，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3次免费评估和8次免费课程。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周6早上，我给星星换上了他最喜欢的那件黄色小鸭子卫衣，背着他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了康复中心。宋家树的康复中心在江北一个科技园区里，不大，但设备很新，墙上画满了卡通动物，角落里摆着各种感统训练的器材。评估的过程比上次更详细，治疗师花了将近3个小时观察星星的行为，他的刻板动作，他的感官偏好，他对不同刺激的反应模式。星星全程坐在小桌子前玩积木，中间被换了几种玩具，他每次都能找到最规律、最重复的那个玩法。治疗师在记录板上写了很多笔记，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有种让我不安的专注。评估结束之后，治疗师把我请进了宋家树的办公室。宋家树也在，坐在沙发上，表情有些复杂。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的时候习惯性的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一推。苏婉，请坐。治疗师示意我坐下，然后把评估表摊开在茶几上。评估结果出来了，有一些信息我觉得你应该第一时间知道。什么信息？我攥紧了星星的小围巾。治疗师和宋家树交换了一个眼神。宋家树轻轻点了点头。首先，星星的 ESD 诊断是确认的，这个没有疑问，但他的表现模式比较特殊。治疗师翻开评估表，指着其中一行，语言发育迟缓是明显的，社交回避也是明显的，但他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远远超出了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什么意思？治疗师拿出一个平板电脑，播放了一段刚才评估时的录像。视频里，治疗师在桌上摆了5个杯子，把一个小球藏在其中一个杯子下面，然后快速移动了所有杯子的位置。移完之后，星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伸手就掀开了正确的那个杯子。他做了3轮，全都对了。我们以为他在看积木，其实他在用余光观察整个房间。他记得每一件东西的位置，每一个人的动作，我说过的每一个字。然后他会选择性的反馈。治疗师按下暂停键，他的注意力不在人身上，但他对信息的抓取能力非常非常强。这在 ESD 孩子里并不罕见，但他的强度属于比较突出的那一类。简单说，他不是听不见，他是不想回应。
他在用他的方式观察你，观察环境。我愣愣地看着平板屏幕上定格的小星星，他正低头摆弄手里的积木，看起来跟平时一模一样，安静、沉静，与世隔绝。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是不能，是不选择。治疗师看了我一眼，这很难解释，但有些 ESD 孩子的沉默不是因为能力缺失，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他们没有兴趣参与普通人的社交规则，因为他们的大脑在处理更复杂的信息。我抱着星星从康复中心出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治疗师那句话，不是不能，是不选择。他不跟我说话，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没有说的必要。他看到的、听到的、记住的，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我低头看着星星，他坐在婴儿车里，手里拿着2块积木，对着阳光看，眼睛眯成一条缝，像一只安静的小猫。他那么小，那么安静，脑子里却藏着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晚上回到出租屋，我给星星洗了澡，喂他吃了米粉糊和切碎的水煮西兰花。他还是不肯吃绿色的东西，我哄了半天才吃了半碗。8点半，我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给他放他最喜欢的小星星音乐盒。他听着叮叮咚咚的声音，慢慢地合上了眼睛。我坐在床边看着他，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的小脸蛋上。他睡着的时候，跟所有普通的2岁小孩没有区别，长睫毛、圆鼻头、微微张开的嘴唇。只是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我妈妈。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发生那件事，我大概会在漫长的康复训练和无尽的等待中一点一点熬下去。我会每天早上6点起来做便当，挤公交送星星去康复中心，晚上回来继续教他认识颜色，认识形状，认识妈妈这个简单的音节。我会等他愿意开口的那一天。我哪里知道那一天来得这么快，而且是用这样一种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方式。那天晚上9点多，星星睡着之后，我在客厅里，说是客厅，其实就是床边隔出来的一个小空间，开着笔记本电脑算账。房租1200，星星的奶粉和辅食每个月大概800，水电200，交通300，手机费100。卡里还剩6000多块钱，江瑶给的信封里有5000，省着用能撑3-4个月，加上星星的康复课程优惠，也许可以撑到半年。但之后怎么办？我正在对着 Excel 发呆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顾晨舟。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备注名字，老公，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把备注删了，改成顾晨舟，然后接起来，苏婉。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不像那天晚上那么冰冷，但也不是过去的温柔，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有点疲惫的沙哑。有事吗？明天沈若薇带孩子来家里吃饭，妈让你也回来一趟，说是想让星星和念念一起玩。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沈若薇是顾晨舟的寡嫂，顾家长子顾怀瑾3年前车祸去世后，他就带着儿子念念住在顾家老宅隔壁。顾家上下把他当成掌心里的宝，逢年过节都要围着他转。婆婆林美芝对沈若薇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我生日，婆婆忘了给我打电话，第2天才想起来，说昨天陪若薇逛街太累了。而我嫁进顾家3年，生日从来都是自己过。我已经跟你离婚了，协议是你自己写的，财产归你，抚养权归我。
你现在让我回去参加你寡嫂的家庭聚会。我的声音平静的自己都意外。他沉默了片刻。是我爸的意思。他说，虽然离婚了，但你毕竟是星星的妈妈，没必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太绝。我忍不住笑了一声。顾晨舟，你甩给我一份假亲子鉴定，伪造聊天记录，污蔑我出轨，把我净身出户赶出家门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做得太绝？假亲子鉴定。他的声音变了。你凭什么说那是假的？凭星星是你的女儿，凭我这辈子只有过你一个男人，凭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对不上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我深吸一口气。顾晨舟，你如果心虚，就去做一次司法鉴定。我们当着律师的面取样，全程录像，送到法院认可的鉴定机构。你敢吗？他没有回答。电话那头只剩下他急促的呼吸声，然后他挂断了。我放下手机，发现自己的手在抖。离婚那天我没哭，搬家那天我没哭，但听到那句没必要把事情做得太绝的时候，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委屈，是愤怒。他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以为把我赶出门之后就结束了，他以为我是一夜翻过去的旧日历，想扔就扔，想捡回来就捡回来。我关上电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是一个眼睛红肿、脸色蜡黄的女人，离婚不过几天，整个人瘦了一圈。我对着镜子说，苏婉，你不能垮，星星还需要你。回到床边，星星还在睡，音乐盒已经停了，房间里安静的只剩他均匀的呼吸声。我帮他掖了掖被角，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在旁边躺下来，闭上眼睛。睡着之前，我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件事，顾晨舟为什么不敢去做司法鉴定？那份假的亲子鉴定报告是谁帮他做的？他说的那个告诉我真相的人是谁？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睡着了。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妈妈，很轻很软，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在梦里翻了个身，以为自己太想听到这个词，所以产生了幻觉。妈妈，你跟我来。我猛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只有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的一小片银色，照在地板上。星星站在床边，穿着他那件小草莓睡衣，光着脚，两只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不是看向我的方向，而是看着我的眼睛，稳稳的，一眨不眨的。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看人。星星，我坐起来，心脏在胸腔里擂得像要跳出来。你刚才说话了。妈妈，你跟我来。他又说了一遍，语气平静的不像是一个2岁8个月的孩子。然后他转身，光着脚，朝房间角落里那个掉漆的衣柜走过去。他的步伐很稳，跟他平时那种摇晃的、踮着脚尖的走路方式完全不一样。我在他身后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只是走到衣柜前面，伸出小手，指着衣柜的底板。这里。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我一个成年人，被一个2岁多的孩子吓得后背发凉。但我还是走过去，蹲下来，把他抱到一边，然后伸手去摸他指的那块底板。木板松的，我用力按了一下，木板翘起来一个角，下面是一个很小的夹层，大概只有2厘米深。夹层里放着一个牛皮纸袋。我回头看了星星一眼，他站在旁边，2只小手背在身后，安静地看着我，表情认真的像个小大人。打开，他说。我打开牛皮纸袋，
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一本旧户口本，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几张照片，一份文件。先拿起那本户口本，户主栏写着顾长海，配偶林美芝，长子顾怀瑾，次子顾晨舟。看起来是顾家10年前用的老户口本，但仔细一看，家庭关系一栏里有很多处被涂改过的痕迹。翻开笔记本，密密麻麻的字迹，不是顾晨舟的，顾晨舟的字我认得，比这个潦草10倍。这是一个女人的字迹，娟秀用力，每一个勾都拖得很长。前面记的是一些日常琐事，今天怀远过生日，给念念买奶粉，老宅的山茶开了。翻到中间，有一段文字被用红笔圈了出来。他告诉我，怀瑾根本不是长子。30年前，顾长海为了继承权篡改了户口，把养子写成了亲生，把亲生的过继给了别人。现在继承顾家的人，没有一个是名正言顺的。他留了证据，他说他藏在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我把那几张照片捡起来，最上面的一张是2张并列的证件照，照片上的2个人长得极其相似，像到让人分不清谁是谁。背面一行钢笔字写着顾怀瑾左与顾晨舟右，同卵双胞胎。1988年出生，顾怀瑾早出生7分钟。我的手开始发抖。接着看下面一张，是一份医院产科的出生记录，上面登记着一对双胞胎男婴，产妇姓林，时间是1988年。婴儿 A 体重5斤6两，婴儿 B 体重5斤2两。婴儿 B 的心率在出生后一度骤降，在保育箱里待了20天。最后我拿起那份文件，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但这一份跟顾晨舟甩给我的那2页完全不一样。这一份很厚，将近20页，装订成册，封面盖着司法鉴定中心的红色公章。鉴定委托方是顾长海，鉴定事由是亲子关系确认，受检人包括顾长海、顾晨舟、顾怀瑾、已故，使用留存 DNA 样本以及顾星河。我翻到最后一页，结论栏写着，基于 STR 分型及 Y 染色体遗传标记分析，鉴定结论如下： 1. 顾长海与顾晨舟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2. 顾长海与顾怀瑾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3. 顾怀瑾与顾晨舟系同卵双胞胎，来源于同一对生物学父母。 4. 顾星河与顾晨舟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顾晨舟为顾星河之生物学父亲。 5. 补充说明，顾怀瑾与顾长海无亲子关系，顾怀瑾的生父另为他人。我跪在地上，反复看了3遍，浑身都在发抖。原来当年林美芝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因为顾长海的股权结构需要长子来继承，他们把这对双胞胎拆开了，怀瑾留在顾家成了长子，晨舟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后来以养子的名义接回来。而顾怀瑾根本不是顾长海亲生的孩子，这意味着所谓的长子继承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原来顾家从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3年前我嫁给顾晨舟的时候，以为他是顾家2公子，原来他是顾家真正的长子。顾怀瑾才是那个没有血缘的人。更讽刺的是，藏在底板夹层里的这份真鉴定，检测了顾晨舟的血样，也和猩猩的样本做了对照，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顾晨舟是猩猩的生物学父亲，所以他那份鉴定100%是伪造的。猩猩，我转向女儿，声音在发抖，你怎么知道？外公说，
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他一字一顿地说，还是那种平静到近乎机械的语调。公公还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欺负妈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外公，公公，他说的外公是我爸苏建国，公公是顾长海。他想说的是爷爷。这些是谁给你的？公公，他说。然后他走到那个小衣柜前面，踮起脚尖够到最下面的抽屉，拉开，从抽屉底板和柜体之间的缝隙里又抽出了一个小布袋。他把布袋递给我，布袋里装着一张泛黄的名片，上面印着一个人名顾长海，手机号是旧的，地址是顾家老宅的地址。名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东西留给陈州，等到他需要一个真相来拯救自己的时候再给他。顾长海，日期是11年前。我坐在地板上看着这些东西，脑子里像有一列火车轰隆隆的碾过去。11年前，顾长海就准备好了这些东西。他知道这个家迟早有一天会需要这些证据，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把它们藏了起来。但他没有给顾晨舟，他给了一个2岁多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妈妈被赶出了顾家，他知道星星会成为那根导火索。星星，我把他拉到自己面前，认认真真的看着他，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话的？他歪了歪头，似乎在回忆。很久了。很久是多久？1岁半。他伸出手指，自己数了数，很多词都听得懂。不想说，不想说。我差点被他气笑了。你听得懂所有人说的话，你也会说，你就是不想说。他认真的点头。他们说，等我开口那天，就是妈妈被打的那天。我不想要妈妈被打。我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地揪了一下。他说的他们是谁？是顾家的人吗？是谁对他说，等你开口，妈妈就会被打？所以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沉默的壳子里，不是因为有病，是为了保护我。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用沉默保护了他的妈妈。宝贝，你听着。我把他抱进怀里，声音沙哑的几乎说不出话。以后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妈妈不会再让任何人打我们。他在我的怀里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妈妈，我想回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啊。他摇了摇头，从我怀里挣出来，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看着我。我要回有院子的家，有梧桐树，有狗狗，有外公的那个家，翠湖老宅。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委屈，是因为这个孩子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有院子的家是哪个家，知道梧桐树下有外公，知道那才是能保护妈妈的地方。他的沉默装了1年多，只为了等一个能让妈妈安全离开的时机。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用手背把眼泪抹掉，把那些文件整理好，把星星的小外套从衣柜里拿出来，一边给他穿一边说，走，我们去外公家。爸爸呢？他问。我停了一下。谁教你的？没有人教。他眨了眨眼睛。爸爸对我不好，对妈妈也不好。不找他。那天深夜，我抱着星星，背着双肩包，走出了出租屋。包里装着那本旧户口本，那本泛黄的笔记，那叠照片和那份真正的亲子鉴定报告。每一份都是证据，足以改变一切。出租车穿过江北寂静的深夜，路灯在车窗外交替明灭。星星安静地靠在我怀里，小手攥着我的衣领，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窗外。我掏出手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响了2声，他就接了。爸，我带星星回来住几天。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让老周去接你，大半夜的你打什么车？已经在路上了，20分钟就到。又沉默了片刻，出事了。到了跟你说。行，我让你阿姨把房间收拾出来。你小时候睡的那间床单今天刚换的。挂了电话，我把脸埋在星星的头发里，闻到熟悉的洗衣液味道，忽然觉得这漫长的黑夜终于有了一点光亮。顾家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车子驶入翠湖老宅的院子时，院门口的那棵法国梧桐已经抽了新芽。翠湖的水面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月光，富贵的尾巴在地上拍出沉闷的有节奏的声响。这是我妈还在时就住惯了的地方，所有的花草，所有的旧窗棂，所有走廊里的脚步声都是属于我的记忆。星星从婴儿车里正出头来，看着那棵梧桐树，忽然说了一句，到家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吵醒了这个夜晚，但他终究是说了。3天后，我爸安排了司法亲子鉴定，取样是在我爸的私人律师周明远的陪同下进行的，地点在翠湖老宅。顾晨舟没有来，他拒绝出席，但周律师提前跟法院申请了强制取样程序。当天下午，顾晨舟在公司楼下被法警拦住，全程录像采集了口腔黏膜样本。星星的样本由我抱着他，在翠湖的客厅里完成。他的表现格外配合，采完问他张嘴难受不难受，他摇了摇头，说了一句捉爸爸。江瑶正把水杯往嘴边送，听到这2个字，差点把水全喷出来。他刚才说什么？捉爸爸。星星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江瑶放下水杯，眼睛瞪得溜圆。苏婉，你女儿不是自闭症吗？自闭症孩子会说捉爸爸。她不是不会说，是不想跟他们说。我把星星抱上膝盖，在顾家那个环境里，不说话更安全。那他现在为什么肯说了？他说。我低头看着星星，他也仰头看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里倒映着窗外梧桐树的影子。我们回家了，回家了就可以说话了。江瑶沉默地放下了水杯，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1周之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周明远亲自送到翠湖老宅，把那份盖着红色公章的报告放在我和我爸面前的茶几上。结论很明确，顾星河与顾晨舟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侵权概率为 99.99%。 他说，语气平静的像在宣读一份普通的庭审记录。同时，宋家树先生出具了完整的治疗师资质证明及微信记录的技术鉴定报告。那个聊天记录截图确实是伪造的，已被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认证为图像合成。顾晨舟那边什么反应？我爸靠在沙发背上，他还没看到这份报告。但周明远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下周2的股东大会，他是主持。根据顾氏地产的公司章程，大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出临时动议。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全套材料，包括真鉴定的复印件、假鉴定的伪造分析报告，以及提取到的所有证据。那块底板，星星忽然开口。我们3个人同时转头看他，他蹲在茶几旁边，把积木一块一块排成一排，头也没抬。柜子里还有东西，他说。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当天下午，我们报了警。警方在专业开锁人员陪同下进入了那套公寓。
那个出租屋的衣柜底板夹层里，除了星星已经翻出来的那些东西，还藏着一枚 U 盘。U 盘里有一段视频，拍摄时间显示是2年前。画面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拍摄的，像是从书架顶层往下拍的。画面里，顾长海坐在书房的红木椅上，对面站着林美芝。2个人的声音被录得清清楚楚。林美芝：那个孩子开口说话怎么办？顾长海：不说话挺好，说话了我们也能让他闭嘴。林美芝：苏婉早晚会发现的。顾长海：苏婉不用管，他在顾家待不长，只要陈州配合，把亲子鉴定的事做实了，他自己就会走。林美芝：那孩子呢？孩子总归是你的孙女。顾长海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一个天天不说话，动不动就尖叫，怎么教都教不会的孙女，你觉得能对顾家有什么用？送走就送走了。画面结束。我把这段视频交给周明远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这段视频加上 DNA 鉴定，足以推翻顾家整个家族的声誉。他看着我：苏小姐，你想怎么打？先去股东会。我说：让他站在台上，把所有的证据一份一份摊在他面前。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亲口承认星星是他的女儿。周二，顾氏地产的股东会在江北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室里坐满了股东、高管、媒体记者。顾长海坐在主席台上，面前的桌牌写着董事长。顾晨舟坐在他旁边，桌牌是副总裁、执行董事。沈若薇坐在后排，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表情平静。林美芝坐在角落里，脸上挂着她惯常的那种不怒自威的冷漠。会议按照流程一项一项进行，年度报告、财务审计、分红方案，每一项都是全票通过，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提问，气氛沉闷而枯燥。直到最后一个环节，其他事项。顾晨舟站起来，走到讲台上，西装笔挺，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商业精英的招牌式微笑。各位股东，在正式结束本次会议之前，我有一项特别的事项需要占用各位几分钟时间。他看了一眼手边的文件，关于我个人生活的一些不实传闻，最近在网络上有所发酵。为了避免影响公司声誉，我想在此做个正式的澄清和说明。他顿了顿，扫视了一圈台下。首先是关于我前妻苏婉女士的指控。我们已于1个月前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她婚内出轨，以及女儿顾星河与本人不存在亲子关系。针对这2点，我已经在司法程序中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亲子鉴定报告和相关聊天记录。法院已于上周正式立案。台下出现了低低的议论声，有人交头接耳，有人转头看我。沈若薇坐在后排，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是松了口气。有证据吗？我忽然开口。全场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我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套裙，脚上是平底鞋。我没化妆，头发只是随便扎了一个马尾，但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被击倒的前妻。苏小姐，顾晨舟皱了皱眉，这里是股东会，不是你的个人秀场，请尊重会议秩序。会议暂时由我主持。我打断他，我拿起手边的遥控器，按了一下，会议室的大屏幕亮起来，
上面出现了那份真正的亲子鉴定报告的扫描件，红色的公章在投影上格外醒目。顾总既然要对股东做一个澄清，不如把这份报告一起澄清。这份是由江北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院备案认可的亲子鉴定报告。受检人包括顾晨舟先生本人上周在法警见证下采集的 DNA 样本，以及我的女儿顾星河。结论是亲子关系成立，侵权概率 99.99%。上周末，法院已经正式撤销了顾晨舟之前提交的伪造鉴定。会场里轰然炸开了，记者们疯狂拍照，股东们目瞪口呆，主席台上的几位独立董事面面相觑。顾长海放在桌上的手猛地握成了拳头。第二件事，我按了一下遥控器，关于顾总提到的婚内出轨，这是被伪造的聊天记录的技术鉴定报告。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认证，该截图存在明显的图像合成痕迹，原始聊天对象并非本人。同时，宋家树先生，那位被恶意构陷的治疗师，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技术鉴定和清白证明。会场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响，有人在喊这是诬陷，有人在问顾晨舟你解释一下。顾晨舟的脸色惨白，他转头看了顾长海一眼，顾长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在桌下，我看到他握着拐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还有一件事，我走到会议室门口，拉开门，星星站在门外，穿着他那件黄色小鸭子卫衣，两个小手抓着江瑶给他买的新书包，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然后锁定了讲台上的顾晨舟。进来吧，宝贝。我弯下腰轻声说。星星走进会议室，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他穿过整个会议室，所有的股东、记者、高管都盯着这个2岁8个月的小姑娘。他走到讲台前面，抬起头看着顾晨舟，然后他开口了：爸爸，你为什么要欺负妈妈？整个会议室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停住了。顾晨舟站在讲台上，手握着讲台边缘，指节泛白。他低头看着星星，嘴唇在发抖。星星，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你说星星不是你的孩子。他继续说，声音稚嫩，但一字一句都格外清晰。你说妈妈不好，可是妈妈每天给我做饭，给我穿衣服，带我去医院。爸爸，你给我做过一次饭吗？你带我去过一次医院吗？星星，公公给了我一个录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举起来。公公说，如果有一天爸爸不要星星了，就把这个给爸爸看。顾长海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一声巨响。顾晨舟从讲台上走下来，双腿发软，半跪在星星面前。他伸出手想要摸他的脸，但他不敢。他的手悬在半空中，像一根断了线的木偶。星星，爸爸错了。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破碎。爸爸被坏人骗了。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妈妈。星星看着他，沉默了片刻，把那个小布袋塞进他手里。公公说，这个给爸爸，让爸爸把坏人赶走。然后他转身走回我身边，牵住我的手。他的小手很凉，但握得很紧。顾晨舟拆开布袋，里面是一枚老式的 U 盘，壳子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写着日期。他看完 U 盘里的内容之后，整个人的骨架像是被抽走了。他站起来，转向主席台，看着他父亲。你早就知道。顾长海没有说话，他拄着拐杖站起来，朝门口走。
走到半路，被2个穿西装的人拦住了，是周明远联系的经侦支队的办案人员。顾老先生，请您留步。关于您家族内部可能涉及的公司股权欺诈、遗嘱造假以及非法伪造亲子鉴定等问题，需要请您配合我们做一些调查。顾长海拄着拐杖站在原地，脸上的皱纹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深得像刀刻。他没有回头看顾陈舟，也没有看我，他只是盯着前方，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放下了拐杖。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很快，顾长海被带走配合调查。顾氏地产股价在3个交易日内跌了 40%， 董事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罢免了顾长海的董事长职务。顾晨舟在股东大会上当众提交了辞呈，辞去了副总裁和执行董事的职务。沈若薇在事发后的第3天被警方传唤，调查发现，那份伪造的亲子鉴定报告是通过他联系的渠道制作的，伪造聊天记录的始作俑者也是他。他的儿子念念的 DNA 随后也被调取验证，念念根本不是顾怀瑾亲生的孩子，生父是沈若薇大学时期的恋人。顾怀瑾遗嘱中关于念念继承权的条款因此被宣布无效，念念的法定监护权被移交给了他的生父。林美芝在中风偏瘫的第4个月收到了法院传票，他的侄子参与伪造文书的证据链被完整坐实。他躺在病床上接的传票，据说当场把水杯摔碎了。而我这边一切都像按了快进键，离婚判决被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新的判决结果是，星星的抚养权归我，顾晨舟支付抚养费直至星星年满18岁，金额按他年收入的 30% 计算。婚后财产被重新分割，因为顾晨舟在离婚时存在欺诈行为，隐匿了大量资产，法院判决我获得婚后共同财产的 70%。我卖掉了顾家那套江景大平层，把翠湖老宅旁边的那栋小楼买了下来，3层，带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搬家那天，我爸来帮忙，站在院子里看了半天，说枇杷树长得好，明年就能结果了。你妈以前最爱吃枇杷。我把星星的康复课程继续安排在宋家树的康复中心。他的语言能力像被按下了某个开关，从一个字都不说变成了一个话痨。治疗师说他在 ASD 孩子里属于非常特殊的类型，他不是没有语言能力，而是曾经选择不使用。当那个不使用的理由消失之后，他的语言天赋像被释放的弹簧一样弹了出来。江瑶每周来我们家吃1次饭。有一次，他看着星星在院子里追富贵，转头问我，他现在还看积木吗？看。我端着2杯咖啡在院子里坐下，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看一整天了。他会搭好一个城堡，然后叫我去看。真好。江瑶喝了一口咖啡，忽然笑起来，你知道吗？这半年来，你是我见过最轻松的样子。你知道吗？以前在顾家，你笑的时候眼角是绷着的。我想了想，说，因为以前我在演一个好妻子，演一个好儿媳。现在我只需要演好一个角色，当妈。尾声。周6下午，我带着星星去超市买完菜，正在收银台排队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苏婉，是顾晨舟。我握紧了购物车扶手，没有说话。我去了儿童医院，看到了星星的康复档案。宋家树说，他现在能说完整的句子了，
能跟陌生人打招呼。昨天他跟一个小朋友分享了玩具，他每天都会给我新的惊喜。我把购物车往前推了一步，示意收银员继续扫码。他在院子里种了3颗向日葵种子，每天早上自己端着小水壶去浇。他会说妈妈我爱你，说的比任何一个3岁的孩子都清楚。他沉默了很久，电话里只剩下他压抑的呼吸声。星星，他用一种很慢很小心的语气问，他恨我吗？收银员扫完了最后一件商品，报了一个数字。我掏出钱包，把钱递过去，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他不会恨你，我说，他没有空。他的画本已经画满了半本，每一页都是我们家的院子、富贵和向日葵。他没有画过顾家的老宅，也没有画过你。顾晨舟，一个孩子不用恨任何人，他只需要把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从他的画本里抹掉就行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几乎是叹息的声音，然后他挂了。星星坐在购物车里，手里拿着一个刚刚从货架上自己选的棒棒糖，仰头看着我。妈妈，刚才那个人是谁？一个。我顿了顿，把手机放回包里，接过收银员递来的袋子，推着购物车往外走。阳光从超市的玻璃门里涌进来，落在星星扬起的小脸上。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睛里映着光。一个很久以前的人，我说。星星把棒棒糖拆开，舔了一口，想了想，然后把他那根棒棒糖举高。妈妈吃一口，我弯腰咬了一小口，青苹果味的，有点酸，很甜。我推着购物车走出超市，看着前方不远处的翠湖，湖面上有人划着小船，桨声咿呀。家就在不远处，院子里那3颗向日葵应该又长高了一点。星星靠在他的小座椅上，忽然伸手摸了摸我推着车的手背。他的手指还是凉凉的，但比半年前多了一些力气。妈妈，明天我可以再种1颗向日葵吗？当然可以。爸爸以前住的地方，院子里也有很多花。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他，你想他了吗？他想了很久，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认认真真的说，不想。我们家院子里的花比那里的好看。那里的花是白色的，我种的向日葵是黄色的。我弯下腰，把它从购物车里抱出来，扛在肩上。他咯咯的笑，2只小手拍着我的脸。春风从翠湖方向吹过来，裹着水草和泥土的味道。手机在包里又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顾晨舟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苏婉，对不起。有些错，一辈子也还不清。我把这条消息看了3秒，然后删掉了。对话框消失的那一刻，手机屏幕暗下来，映出我和星星的倒影。他在我肩头，高高的举着他的棒棒糖，嘴里哼着小星星的调子。走音走得厉害，每一个音符都不在调上，但却是这世上最好听的旋律。我扛着女儿，拎着菜，走过翠湖边那条种满梧桐树的小路。枇杷树的影子被午后的太阳拉得很长，一直伸到家门口。星星在我头顶摇摇晃晃地唱着歌，梧桐树的新叶在风里翻出银白色的背面，像在鼓掌。